大家好，我是威廉，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今天的节目又是一期干货分享。不论你是不是要移民，或者不论你要不要出国，今天的主题都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就是公证。只要有留学、出国，任何这方面海外需求的人，都逃脱不了公证这两个字。为什么在我们移民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需要进行翻译和公证呢？第一呢，就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在中国办理的所有的文件，它的官方的语言是汉语，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直接进行使用的。因此，为了解决这个语言的障碍问题，这个文件本身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语或者其他的语言，这是语言方面需要消除的一个壁垒。第二点，需要进行公证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认定这个文件的真实和合法性。根据官方的解释，公证的行为就是对所属文件和所进行的事务的过程的真实性进行的一个法律判断。有了公证书，我们持有的文件才能在海外进行使用。那么国际通行的认证类型呢是海牙认证，但是很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在海牙认证的名单范围之内。因此，在中国没有办法进行海牙认证，所以当我们要把国内的文件拿到海外，例如欧洲使用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提供中英文或者是中外文的公证书，我们还要把所持的公证书送到中国的外交部门和对应国家驻中国的大使馆进行双认证。只有这个文件原件对应的公证书进行了两国的双认证，这个文件才在两国内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共同的认识。以上是简单的公证的背景，下面我将介绍我们进行公证的时候往往会面临着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人本身就在国内，第二种情况是人在海外。当人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公证和双认证，通常就会比较简单，要求本人前往就近的公证处带上原文件，然后表明你的意图之后，在公证处就可以进行翻译和公证，甚至进行双认证。通常来说，在国内进行公证的时间大概在1周，进行双认证的时间根据所在国所前往的国家的使领馆的，通常在1个半月左右，从递交文件一直到拿到双认证的结果。各位也可以知道，我们有大量的客户，不仅仅是在国内，还有在海外有北美的加拿大、美国，还有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中东例如阿联酋甚至有非洲，还有在欧洲，还有英国的客户那么这些客户人在海外进行公证和双认证，就会变得情况很复杂甚至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通常来说是需要借助驻外使领馆进行驻外使领馆的提交申请，然后在驻外使领馆进行认证和双认证。那么在国外进行公证和双认证的时间呢，就根据各个大使馆、使领馆的时间不同而定。由于在疫情期间，国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锁，那么有关部门呢也为了方便大家，部分地区呢进行了远程的公证和双认证的便民措施。因此，在现在的特殊时期，我们会向各位提供远程办理公证、翻译和双认证的服务。下面是重点介绍都需要哪些材料。当我们进行公证和双认证办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提供以下的几个关键的材料：第一，本人的身份证；第二，户口本；第三，就是办理文件的原件。通常我们在移民的时候需要办理公证和双认证的重要文件有：第一，出生公证。通常在1996年之前出生的人没有出生纸这个关键的文件，所以大家在申请出生证明的时候，出生公证就有一定的难度通常需要大家到所在的派出所或者居委会开具相关的出生文件证明证明你的父亲和母亲是谁，之后呢才能申请进一步的公证和双认证。那么在1996年之后出生的人就比较幸运，各位都有出生纸直接携带这个出生纸进行公证和双认证。第二类在移民的时候提供的关键证件就是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接纳新的移民都需要知道这个人之前是否身世清白，没有一些不良记录。因此，无犯罪的公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通常来说，进行无犯罪的公证需要本人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进行开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才能进行公证。第三类就是房产证、一些资产证明。那么通常来说，房产证和资产证明需要各位提供原件到公证处进行
办理。这3大类文件通常是我们移民的时候必须要提供的文件啊，还有类似学历证明啊等等的文件，都是要求直接对文件呢本身进行公证和翻译，还有双认证的。以上的这些需要公证的文件当中啊，各位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我提供对应的付费咨询。尤其是对海外的客户，我们也会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啊，不论你在世界的哪里或者在哪个国家，如果不进行双认证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在2周之内就可以让你获得公证书。当然，我们会以国际快件的形式邮寄给你。如果要进行所在国的双认证，时间会增加至少1个月。除了公证和双认证之外，通常来说，在移民的过程当中，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文件的翻译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在给客户准备文件翻译和公证材料的时候往往数量非常多。为了方便各位的顺利申请，我们也提供除了英语之外的大多数的小语种的翻译，跟以上的公证服务一样我们都将以国际快件的形式把翻译的内容邮寄给你。最后，让我来跟你介绍翻译跟公证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当我们行走在海外的时候，我们的底层身份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我们在海外进行任何的活动，例如买房例如移民，甚至签证申请，例如美国签证、加拿大签证的申请，都离不开个人证件的提供。当我们提供这些个人证件的时候，由于国家和语言的不同，申请国都需要各位提供翻译件和公证件因此公证件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收藏好这期节目以备不时之需。各位在出生公证、无犯罪公证、学历公证和银行流水的公证以及双认证这些方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取得联系。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协助，我们可以跟你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希望这期节目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还会单独做一个主题，跟各位聊一聊，当我们移民到海外，我们应该携带哪些证件，让你变得有备而来而不是匆匆忙忙就出国。关注我的频道，不错过任何一集有价值的节目。我是 Willia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